今天我们来聊聊《易经》里的第一个卦，就是干卦。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有6条线的六画卦，感觉挺神秘的，有点玄乎。是有点这个感觉。那我们这一次主要依据的是孔子的《宣圣讲义》干卦，还有一篇解读他的文章。孔子其实讲的挺实在的，对，他把干卦比作基础。就是说它是《易经》的根基，讲万物怎么开始，人怎么成整，这些最根本的规律。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啊，就是想一起把这份古老的智慧变成咱们能听懂、感觉有点用的东西。对，让它落地。我们现在搞清楚《易经》的核心到底是啥，好像不是那些死记硬背的文字。对，重点是卦和爻。然后呢，再看看为什么干卦这么重要，排第一。它那个纯阳到底什么意思？这个要好好辨析一下。接着我们就像看那个楼层图一样，看看干卦这6个爻，这6层楼里面藏着什么人生密码。位、时、阴阳都在里面。还有更深的结构，那个三才，还有内外卦，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对，不同的视角。最后还得聊聊那个艺术数字，好像这个很关键，但经常被忽略。这个是灵魂钥匙。听起来内容不少，但你放心，我们尽量用些好懂的比喻，像什么红绿灯啊、太阳楼啊，哈哈，对，形象一点。目标就是让你听完感觉，易经讲的这些好像跟我自己生活、跟我成长过程还真有点关系。希望能有这种感觉。准备好了吗？那我们这就开始。首先呢，咱们要理解干卦，得先抓住易经的骨架。孔子在讲义开头就说，核心是卦和爻。对，他强调这个。其他的像文字解释啊、后人解读啊、图啊，都只是围绕这个骨架的。这个说法感觉跟很多人学易经的路子不太一样，你能具体说说吗？是的，因为孔子说卦象在前，文辞在后，这是大框架。好理解。那爻呢，就是这个系统里的具体指令，红灯、绿灯，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红灯停，绿灯行。一个是整体，一个是细节。对，这些画出来的规律才是最根本的。再看干卦，不管是3条线的三画卦还是6条线的六画卦，它都是由这种长横线组成的，这个叫阳爻，阳爻代表积极、主动、刚健的力量，就像太阳。那反过来，中间断开的叫阴爻，阴爻代表被动、柔顺，像月亮。干卦呢，它全是阳爻，6条都是，所以叫纯阳之卦啊，所以才叫纯阳。对，它象征的最根本的驱动万物开始的那种原始动力。那这个意义是固定不变的吗？孔子就强调这个核心意义是恒定的。他说不管是伏羲画的先天八卦，还是后来周文王推演的后天八卦，甚至用不同的占卜方法，像什么连山易、归藏易，干卦的这个阳爻形态，还有它代表的纯阳、刚健、源头的核心意思是不变的。原文说，虽阴序有先天后天之殊，其卦未变也；阴占有连山归藏之别，其象未异也。简单说，核心规则不变，就像红灯停，绿灯行，到哪儿都得认这个理儿，对吧？明白了，所以得先看懂信号灯本身，就是卦和爻，然后再去看说明书，也就是文字解释。对，那很多人一上来就背初九乾隆勿用这种爻辞，这个就容易本末倒置。那些词、爻辞、卦辞都是解释爻的。孔子还分了原词，就是最早可能是口头经验，像老司机跟你说红灯别闯，简单直接。还有后人推演的词，就更像后来整理的交通法规，闯红灯扣6分罚200块，更具体了，但也是基于那个原始规则。至于传，就是后人的解读分析报告，像实义就是传，图呢就是帮助理解的插图。所以学习的时候，对，如果一开始就死抠文字，忘了文字是解释符号的，那就抓不住重点了。先抓卦爻那个骨架。好的，那我们先记住这一点。理解易经，关键是抓住卦整体和爻细节这个骨架，像看懂红绿灯，文字、图示都是辅助。然后干卦这么是全阳爻的卦，代表万物的源头动力。没错。抓住骨架之后，我们再来看卦本身。
为什么说他是64卦里的老大？孔子说他位高德全，这个全阳的特性到底怎么理解才对？感觉很容易想偏。对，纯阳这个词确实得仔细辨析一下。孔子说的特别好，纯阳由爻衍之，非由位衍之。既有六位，自含阴阳。这句话怎么讲？就是说，干卦被称为纯阳，是从构成它的那个爻来说的。6条线全是阳爻，没错吧？对。但是这6条线待的那个位置叫位，它本身是有阴阳属性的。像盖楼，第1层、第3层、第5层奇数层是阳位，第2层、第4层、第6层偶数层是阴位。哦，位置还有阴阳。对，所以不能简单的说干卦里面就没阴了。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叫6层太阳楼。太阳楼。整栋楼因为每个房间爻都朝哪儿，都是阳光房阳爻，所以楼的名字叫纯阳楼。但是呢，楼层本身是不是分单号双号？位有阴阳。对，所以干卦这个纯阳系统，它是在一个本身就包含阴阳结构的环境6个位置里运作的。这个解释很关键。那孔子还说由阳生阴。是的，他说由阳生阴，故其生必阳，其成必阴。这又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阴是从阳里面产生的，像光和影子，有光才有影。万物的发生启动，那个生的过程是阳性的，像种子发芽往上冲。但是万物的完成结果，那个成的状态往往是阴性的，比如开花结果，果实成熟落地是往下收，往内藏。生发是阳，成就是阴。对，干卦作为纯粹阳性能量的源头，恰恰因为它这么纯粹，它才有足够的力量去驱动这个阴阳转化的过程，去生成万物。这么说，纯阳不是排斥阴，反而是阴阳转化的起点和动力源。可以这么理解，它是阳的极致，所以能启动一切。那孔子说的位高德全呢？位高是指地位特别高吗？德全又指什么德？位高啊，不是说等级森严那种高高在上，而是指它在整个创生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源头地位，像发动机在汽车里的位置，关键。核心位置。对，德全呢，就是说它的功能、品德是全面完整的。它既有刚健的一面，就是那种创造力、推动力，像春天万物疯长那个劲儿头。刚健。同时，它又有有序的一面，它能确立规则，让万物运行有秩序，像一年四季那样，春夏秋冬很有规律。既有力量又有秩序。没错，是德全，是一种平衡。所以我们学干卦的德全，就是要学这种既要努力上进，保持那个阳刚的动力刚健，也要懂得守规矩，把握节奏，有序。做人做事都要这样。对，你看一个好员工不能光傻干，得懂公司流程嘛。一个好家长光有爱不行，也得立规矩吧。这种平衡全面的品德，才让干卦能成为万物之始，引领生长。明白了。所以干卦是老大，因为它作为纯阳的源头，在一个本身就有阴阳结构的位置里运作，既有强大的创造力刚健，又有内在的秩序性有序，是一种非常全面平衡的引领力量。总结得很好。了解了干卦的地位和特性，那我们再往里走，看看它的内部。这6层楼，也就是6个爻位，孔子好像对这6位特别看重，说6位10成，里面藏着位、时、阴阳的密码。这6个位置具体怎么看？对，这6个位置非常关键，是理解干卦怎么运作的钥匙。孔子说，他们分配天地人。天地人，三才。对，就是三才的结果。最下面2个爻，初爻和二爻，是地的层面，代表基础、起步阶段，像人小时候或者刚参加工作。地。中间2个爻，三爻和四爻，是人的层面，代表人生的成长、发展、承上启下的阶段，像人的中年时期，是骨干力量。人。最上面2个爻，五爻和上爻，是天的层面，代表成熟、顶峰或者说领导地位，像人生的成柱期或者晚年。天、地、人
3个层次。对，这6个阶段就可以用我们人生的发展来类比，变成一个挺清晰的指南。比如初爻叫潜龙勿用，就是告诉你刚开始要低调，先学习积累。2爻见龙在田，可以在你的岗位上开始发光发热了。3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要非常勤奋，而且还要警惕反思。4爻或跃在渊，到了一个选择点，是跳出去突破，还是稳一稳？选择。5爻飞龙在天，就是到了能大展拳脚、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上爻亢龙有悔，就是提醒你到了顶峰要注意，不能太骄傲，否则会有悔恨。哇，这简直就是职场或者人生进阶指南呢。是吧？所以它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玄学，而是对不同阶段的状态和策略做了很形象的描绘。这个位的解读确实很实用，但孔子还特别强调了时间那个时。他说：“苟无时，则位无用也。”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位置还不够重要吗？时就是时机。孔子的意思就是，光有位置还不行，你得在正确的时间点上。在不合适的时间点，你就算占了个好位置也没用，甚至可能有害。比如，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时机不对，就算让你坐上 CEO 的位置，位不对，你也干不好，对吧？这就是位无用。确实。反过来也一样，你到了该承担责任的中年，时机到了，结果还停留在新人的位置和心态，位不对，那也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时和位要匹配。对，必须匹配。咱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就有点像天时，强调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处在合适的那个位置上。这就是乾卦6爻里这个时位的智慧，它是动态的，不是死板的。原来是这样，要结合来看。那孔子还提到一串阴阳，卦有阴阳，爻有阴阳，位有阴阳，时有阴阳。这4个层面的阴阳关系，能不能再帮我们捋一捋？有点绕。好的，我们还用那个6层太阳楼的比方，快速过一下。好，卦的阴阳，乾卦整体是纯阳卦，整栋楼是太阳楼，没问题吧？爻的阴阳，乾卦里面每条爻都是阳爻，每个房间都朝阳。对，位的阴阳，这个刚才说了，1、3、5层是阳位单数层，2、4、6层是阴位双数层。时的阴阳，这个是指时间推移带来的变化。一般规律是从初爻往上走，初期阳气主导上升，事物在发展；到了后期，阴气相对增加，事物就趋向稳定或者收敛了。时间本身也有阴阳消长的意味。对，我们举个例子，比如9、2， 9代表它是阳爻，2代表它在第2爻这个位置。第2爻是偶数位，是阴位。阳爻在阴位。对，这就可以理解成一个有阳刚活力的人，阳爻，处在一个相对柔顺、需要配合或者说比较基础的位置，阴位。这时候见龙在田，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发挥作用，就是最合适的。再比如9、5， 9是阳爻，5是第5爻，第5爻是奇数，是阳位，而且它还是代表天的上卦的核心位置，时机也成熟。阳爻在阳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阳刚的力量。9处在最有利的阳性位置，5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所以叫飞龙在天，是力量得到最大发挥的最佳状态。明白了。理解这几层阴阳，就能帮我们更细致地把握每个阶段的特点和该怎么办。而且你看，这种分析方法是普世的，不管你是谁，关键看你当下处在哪个时和哪个位。这个分析框架很有用。好，总结一下这部分。乾卦这6爻就像人生的6个阶段，是个动态直囊，分了地、人、天3个层次。理解每个阶段，光看位这层面不够，还得看时机，两者要匹配。同时，卦、爻、位、时这4个维度各自都有阴阳属性，综合起来看，就能提供更具体的行动参考。对，是这个意思。
除了看这纵向的6层楼，乾卦好像还有横向的结构。孔子说，爻6位分3才，而卦则分内外。这个3才刚才提到了，那内外卦又是什么结构？能告诉我们什么？这两种结构提供了另外的观察视角。三才刚才说了，天五上爻，地处2爻，人3、4爻。孔子特别强调3、4人爻为重。为什么是人最重要？因为在易经的观念里，天道地道最终都要靠人去实践、去实现。哦，以人为本。对，就像一个家，老人天可能把握大方向，给智慧；小孩地是基础，需要培养。但谁是顶梁柱呢？是中年人，人。他们承上启下，干具体的活儿，支撑整个家。确实。如果中间这个人不行，那这个家可能就散了。公司也一样，高层战略天，基层执行地，都得靠中层人去连接、去推动。所以《易经》很看重人的作用。明白了。那内外卦呢？说6爻的乾卦是由2个3爻的乾卦叠起来的。对，是的。下面3爻初二三叫内卦或者叫下卦，上面3爻4、5上叫外卦或者上卦。内外有什么含义吗？你可以把内卦想象成修炼内功的阶段或者领域，它更多关系到个人内在修养、家庭内部打基础这些。修内。外卦呢，就好像行走江湖，更多关系到外部世界、社会事业、人际交往、能力的运用和展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对，比如说你在家里读书学习，提升自己，这是修内卦；你在公司里跟人合作，展示才华，这是用外卦。关键是孔子说的内而出外，外而入内，内外要打通。对，他们是相通的、互动的。你修好了内功，内才能更好的去应对外部世界，出外。反过来，你在外面实践中遇到了问题，碰了壁，又会促使你回来反思，调整内在，入内。这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成长过程。这个内外循环很重要。是的，所以3才结构强调了人在中间连接的关键作用，而内外卦结构揭示了内在修养和外在实践的这种循环促进关系。这2种结构好像都指向了人的能动性，还有内外兼修的必要性。可以这么说，核心还是围绕人如何更好的成长和发挥作用。好的，我们讨论了卦、爻、位、时，还有结构，好像还剩下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数字，也就是艺术。孔子好像对这个特别看重，说数者实为意志灵，不失其数，则握死物而无所用之。数字为什么这么重要？怎么就成了卦的灵魂了？艺术确实是理解易经符号背后规律的一把钥匙。它最核心的规则其实很简单，就是阳奇阴偶。阳奇阴偶。这儿，阳对应奇数1、3、5、7、9，阴对应偶数2、4、6、8、10。这在卦里体现的特别明显。你看，阳爻咱们用哪个数字代表？用9。对，用9。为什么用9？因为9是各位阳数里最大的，象征阳气最盛。那阴爻呢？虽然干卦里没有，好像是用6。没错，用6。爻的位置也是一样，1、3、5是阳位，2、4、6是阴位。数字里面就包含了阴阳属性。对，我们经常听到的95之尊，这个词儿怎么来的？不知道，就觉得很厉害。它其实就是艺术应用的典型例子。9说明这是个阳爻，对吧？5说明它在第5爻这个位置。第5爻是奇数还是偶数？奇数。是阳位还是阴位？阳位。对，而且第5爻又处在代表天的上卦的核心位置，所以95就是指一个阳刚的力量。9处在了最有利的阳性位置。5时机也正好，象征着力量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像飞龙在天那个状态。哇，原来95是这么来的。
数字直接把爻的性质和位置的好坏给点出来了。是的，所以说数是钥匙，是灵魂。不懂数，你就看不到这一层。那数字里还有更深的规律吗？我看原里提到那个宗主附注说，变不离3，数不逾7，形不出8，而爻止于6，还举了一个劈木头的例子。这听起来有点玄乎，想说明什么呢？这些规律像是变不离3，可能指事物发展分3个阶段，或者跟3才有关系。数不逾7，可能跟周期有关，比如7天一个循环。形不出8，就是说万变不离其宗，基础是八卦。爻止于6，一个卦最多6个爻。这些是在描述易经这个模型里面的一些基本结构和节奏。哦，是一些基本设定。可以这么说。而那个劈木头的例子，说一个立方体木块，你劈一刀变成2片2仪，再对劈变4条4项，再从中间截断变8块8卦。这个实验是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说艺术和八卦的生成过程，它不是谁凭空瞎想出来的，而是可以在物理世界中观察到的，有逻辑依据的一种自然的分割演变过程。哦，就是说它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对，所以艺术不是什么神秘的算命，而是对事物内在结构、变化规律的一种数字化、模型化的表达。它有规则、有规律，3、7、8、6这些，甚至可以通过简单的实验去感知它的合理性。它是连接抽象符号和具体现实的一个桥梁。你不理解数，那卦爻确实就成了死物，你不知道它怎么动起来。明白了，数字是激活易经智慧的钥匙，它遵循阳奇阴偶的规则，并且体现的是一些可以观察到的自然模式。好了，我们这次对宣圣讲义干卦的探讨信息量还是挺大的，我来试着为你快速总结一下我们挖到的5个核心要点，帮你加深印象。好，第一，干卦是源头。就像太阳一样，是万物动力开始的地方，也是理解整个易经的基础。根本。第二，6爻是人生6阶段，从一开始的潜藏，到中间的努力选择，再到顶峰和最后的收尾，它是一个指导我们在不同阶段怎么做的实用指南。对，人生地图。第三才是团队决策。分了天地人，特别强调了人在中间的连接和执行作用，是顶梁柱，以人为本。第4，艺术是钥匙，阳奇阴偶这个规则，还有像3、7、8、6这些规律，揭示了卦爻符号背后更深的含义，而且它不是玄的，是有实在基础的。对，灵魂所在。第5，学干卦其实是学成长规律。它不是让我们去算命或者搞迷信，而是揭示事物发展、人生进阶的内在法则，帮助我们活得更刚健，也更有秩序。这5个点扎得挺准。我们这次主要是在解析干卦本身，它像一个相对静态的模型，讲了它的结构和各个阶段。但源头里也反复提到了变异、循环、周流这些概念，好像易经的根本其实在于变。没错。易经的核心就是讲变化。那么，在你理解了干卦这6个相对固定的阶段之后，也许可以思考一下，认识到这种阶段性，以及每个阶段里面蕴含的潜力，比如潜龙将来也可能变成飞龙，这种认识怎么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活中那些不断变化的周期和转折点呢？这是个很好的引申思考。理解了作为源头和基础的干卦，你又会怎么去看待由它演变出来的代表着更复杂变化的其他63个卦象呢？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后续可以继续探讨的方向了。对，干卦是基础，后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好的，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这次关于干卦智慧的探索。希望这些来自古老经典的洞见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也谢谢大家收听，期待下次与你继续深入探讨。再见。再见。